大家好，狗狗币 ETF 是上市了，但是价格却不涨，利润我还是继续在赌大长线，因为等下来聊一聊2024年比特币 ETF 在美国上市的时候也是不涨，但是后面涨疯了，以及最近的比特币死气沉沉的，有没有可能压榨已经到达极限，往往有可能就是爆发的前兆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，也就是狗狗币 ETF， 代码是 DOJE， 这两天是在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上市，但是价格却是跌的，或者是中间这一个缺口是相对比较大哦。那现在价格下跌，有些朋友也是在问，为什么上市的话反而价格是跌的？其实主力往往就是知道消息的时候提前炒作预期，比如说狗狗币之前0.21的低点，价格涨到接近0.3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虽然价格现在是下跌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 ETF 在2024年1月份上市的时候，你去观察一下。它上市的时候价格是在这个位置，短线是下跌了几天，但是整个大长线你去看一下，像这种利好，反正我的观点是狗狗币有可能短线还是在洗盘，整个中长线希望朋友们手上的利润我还是继续持有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比特币到底10月份会不会爆发？因为前几年2024年这个位置10月份爆发，2023年这个位置10月份爆发，那最近是一直在提醒比特币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时间10月份跟2020年当时这个位置的10月份是非常的像，而且你去看一下，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后面价格上涨，它是就是前面的这一个区间波动非常非常的大，把大量的散户筹码骗到主力手上以后。就像这个位置喇叭口前面是非常非常的大，把散户的筹码骗到手上以后，后面感觉是慢慢的拉升，或者是盘中感觉是一直在压榨，有可能就像当时这个位置整个区间，你去看一下几个高点的位置或者是低点的位置，包括这几个高点连起来的一个夹角，或者是这几个低点连起来的一个夹角，就是在这个区间里面有可能主力不断的在压榨散户的筹码，让散户失去耐心以后，你去看一下后面价格就喷出去了。所以比特币到底价格会不会喷出去？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现在是又有一个国家，波兰的证券交易所也是推出了比特币的第一个 ETF。那反正我的观点是，我相信这个位置有可能压榨已经来到极限啊，不排除2020年的这种走势会不会在今年的10月份开始上演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我们再来判断一下，也就是这一个区间盘整，它现在感觉是走了一个 ABC 啊，那或者前面的这一个0.258的高点，我个人观点有可能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，只是目前这个位置，如果我们数时间啊，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、6根、7根，明天是第8根，我也不确定它到底8会不会一个时间转折，因为前面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也可以观察一下，当时这个位置感觉也是走了一个 ABC， 不过这一个 C 的低点它是比这个低点低，我的观点是也不一定会再去这个低点，有可能这种 ABC 也是可以接受的。那或者时间不同的是，当时这一个位置1、2、3、4、5，它大约是5的斐波那契数列就往上变爬，所以明天是8的一个斐波那契数列，我们去跟踪一下，如果8不往上，有没有可能是时间改为13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图表，有一段时间没有跟踪它的支撑跟压力啊，或者是前面有提到的这个支撑，现在是价格又回来，那不然我的观点是去观察一下，有可能很重要的一个支撑还是在这个4200附近啊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。